公司不养闲人，赶紧滚蛋！项目核心方案是我把控，客户是我搞定，你就是个打下手的。那个方案是我熬3个通宵写的，核心客户是我谈下来的，所有落地执行全是我做的，凭什么让我走？谁在乎过程呢？功劳写谁名下，谁就是功臣。你再能做，不会站队，就只能背锅。我今天可以走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项目离了我，你们根本兜不住。你们今天怎么踩我，将来我就怎么站回你们面前。喂，妈，我刚听说你们公司裁员的事儿，是不是真的？2年了，你在外面拼死拼活，最后还是说没工作就没工作。听妈的，赶紧回来，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？我没事的，妈，只是公司人员优化，不是我能力不行。我可以再找新工作的。找什么找？大城市房租吃喝哪样不要钱？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飘着太苦了，回来在家陪着我和你爸不好吗？妈，你到底要犟到什么时候？外面再好，终究不是你的家。我先挂了，妈，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因为不会站队，功劳全被抢了。我唯一输的是没把功劳写在自己名下。现在降级求职，不是认输，是重新上桌。这个岗位我要争取。线下活动转化率偏低，建议前置用户互动环节，这是我能带来的价值。以前我只会等机会，现在我要自己去敲那扇门。2年执行没独立策划案例，我们背调过，你是被上家公司辞退的，履历普通，口碑存疑，你凭什么让我们录用你？过去是非我不多说，这是我独立落地的全部项目，我用结果说话。我再问你，线下活动预算直接砍半，方案作废，你拿什么保证效果不缩水？说空话没用。砍掉所有没用的开销，把钱和人力全部集中在最关键的曝光和转化上，我能把成本压到最低，把效果稳住。出了问题，谁担？我全程盯执行，提前做好预案，风险我来扛。我们只有执行助理岗，打杂、跑现场，干最累的活，薪资降绩，岗位降绩，你也能接受？我能接受，只要给我做事的机会，我就能证明价值。这种重要对接文件，你一个执行助理也敢碰？出了错你担得起吗？策划组所有文件、客户对接你都别沾边，只配搬物料、盯现场、干杂活。这些杂活没人愿意干，交给你最适合。别想着越级，你的位置永远在最底下。执行岗勤快是底线，机灵才是本事。不会表达，不会抢机会，永远只能打杂。喂，您好。你们方案节点完全错误，周五晚间发等于白做，流量直接腰斩。这次活动要是砸了，我们直接终止合作。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客户直接杀到公司了，马经理让所有人立刻去会议室开会。我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周五晚间是流量低窝，
同行全在复盘，根本没人看内容。这么基础的错误都能犯，你们团队到底有没有做调研？抱歉，是我们对接疏漏，刚刚口误。正确时间是周四午间流量高峰，曝光率是周五晚间的3倍。我这边同步微调了物料，能再压缩一笔预算，完全不影响传播效果。这个调整很合理，考虑得很细致，就按这个方案来。针对客户临时改的需求，我连夜优化了整套方案，规避了之前的流程漏洞。这套洞察非常精准，完全戳中我们的需求，很用心。方案里那一段新生代用户痛点洞察是你写的？是我做得好的内容，下次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，不留痕，你的所有付出只会变成别人的嫁衣。你刚刚说的用户转化路径，具体落地怎么衔接？这个具体落地细节，团队还在细化完善。林婉，你来说。整套转化路径分3步：短视频供草抓取浅层兴趣用户，线下活动惩戒精准意向用户，社群留存做长效转化。每一步都标注了分工节点和风险预案，落地容错率更高。讲得非常透彻。原来这套方案的核心落地细节一直是你在跟进。是我一直在细化落地细节。周老师，这段洞察很准，但数据支撑太弱，客户不会信。这是公司未公开的用户画像，你拿去用，只给你一个人。这是内部核心资料，我不能用。你敢用就能赢，你不敢就永远只能打杂。我想看看你是只会忍的人，还是能成事的人。我敢。接下来的核心项目策划会，林婉窃席旁听。我终于离那张桌子更近一步了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婉婉，你快回来！你爸货款被人卷跑了，家里资金彻底断了，我急得心口疼，刚刚晕倒被送医院了。哪家医院？我马上买票回去。婉婉，不是我们逼你，你家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在外面打工根本顶不住。听句劝，赶紧辞职回来考编，安安稳稳在家上班，既能照顾爸妈，又能帮家里扛事儿，比在大城市瞎飘强10000倍。婉婉，妈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安稳度日，别在大城市熬了，回来好不好？妈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小夏。林婉，偷偷给你说个急事儿，公司年度核心项目组空出一个替补名额，3天内必须到岗，逾期直接作废。唐薇天天找马会找客户刷存在感，到处说你家里出事肯定回不来了，这个名额他已经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了。他还在背后跟人说你就是个打杂的，根本不配碰核心项目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爸妈现在这样，我走不开。走不开？但是唐薇就等着你放弃，等他占了项目升了职就都晚了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我知道了，小夏，真的谢谢你。爸，你别慌，我梳理清楚了，一共3笔拖欠货款，2笔有正规合同，1笔是口头协议。有凭证的我整理好资料，今天就发律师函敦促。口头协议的，我来对接协商分期回款。这些你在大城市打工，怎么都会处理？我在公司天天统筹项目，对接资源，道理都是相通的。另外，我帮你对接了2家老客户，谈好了订单，能补上一部分现金流，先稳住生意。就算暂时稳住又怎么样？女孩子在外打拼太冒险了，终究不如回家安稳。我回来帮忙是我的责任，但我辞职留下来不是解决问题，只是逃避问题。可是妈，
怕你太累太苦了。妈，我留在大城市不是贪慕虚荣，是想有一天家里出事，我有能力兜底，而不是束手无策只能妥协。喂，去写字楼，最快速度。林婉家里出事儿，请假回老家，3天期限早就快到了，核心项目名额肯定换成唐薇了。没办法，缺席就是默认放弃，机会本来就不等人。马经理，家里事情已经全部处理完毕，项目最难的落地风险部分我已经全部细化完成，进度完全跟上，没有脱节。所有人立刻停止无效整改。A 组核对物料批次，优先补足核心展示道具。B 组校准流程时间轴，删除所有冗余环节，所有问题统一汇集到我这里，由我对接客户，各司其职，不要乱。您放心，所有风险点我已全部把控到位，补救方案清晰可落地，绝对不会影响最终呈现效果。接下来公司的重点项目由你全程跟进负责。谢谢马经理，我不会辜负这份机会。这套新品推广方案，我认为最大的切入点不是高端造势，而是下沉普通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，普通人的日常共鸣才是本次传播的核心爆点。凭什么他一来就抢风头？策划岗名额是我的，客户返顶也只能我拿，谁挡路我就弄走谁。另外，客户刚刚临时改了现场汇报参数，时间紧，来不及群发通知，我直接告诉你，现场主推 A 版本数据，你对接物料和汇报口径千万别出错。好，谢谢薇姐提醒，我马上调整口径和物料。谢总为发布会做完重要解释，富有神迹。刚刚的版本是备选测试方案，结合客户真实市场需求，当下市场更适配轻量化、高性价比的落地模式，贴合大众用户消费习惯，更契合本次推广目标。这个思路才精准，完全抓准了我们的核心诉求，比死板的模板汇报靠谱太多。刚刚现场反应很快，临场应变能力不错。后续所有对接，你全程留存聊天记录、对接文件，做好工作留级。我记住了，马经理，之后会全部做好留存归档。只会埋头做事的人，公司一抓一大把；能稳稳坐到谈判桌前，被客户记住的人，才是稀缺的。我会慢慢做上去。本次项目的用户洞察子方案，我全程跟踪落地。我想独立负责这一块的策划、汇报和落地对接。所有进度我会同步全员，做好全程留痕。可以，这块交给你负责，大胆做。我当是谁在撑场子，原来是你。离开公司也只配在现场打杂。有些人啊，天生就是干执行的命，再折腾也上不了台面。上次被开得那么难看，居然还有脸留在这行。我靠能力做事，不像某些人只会抢功甩锅。站在别人的成果上装高人，场地繁忙恕不招待。二位要是来看活动，就守规矩；要是来找麻烦，我现在就请安保送你们出去。装置怎么回事？谁负责验收的？直播还在播，全完了。我不知道啊，进场检查时还是好的。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林婉，物料和现场不是你全程就近验收的吗？林婉，你给我解释！直播全网在线，品牌彻底翻车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直播翻车，装置故障，全网负面舆情。本次事故给我方品牌造成巨大损失，必须有人全权承担责任。本次物料验收落地确认节点
签字对接人都是林婉，所有流程记录、责任链全部指向你。物料验收前我提过材质标准不符，但是不用解释了，即日起暂停所有工作，配合公司调查，等待后续处理结果。我没做错，我会找到证据，还自己清白。崩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如果确定自己没做错，就把所有真相查清楚，用证据说话。好。这么晚还不走，不该看的东西少碰。哼。想删证据，晚了。口头确认私自换料，压缩成本，篡改标准，所有漏洞都不是意外。所有真相该摊开说清楚了。项目事故全网发酵，客户追责，品牌受损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。林婉，给出解释。事已至此，承认吧。大家都能理解你新人经验不足，把控失误，没必要硬扛。我没有失误，我是被人甩锅。活动物料原定国标加厚材质，这份采购单证明实际进场的是低价非标料，变更没有我的签字，我全程不知情。你是现场对接人，物料验收本就是你的职责，出了事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？你口头通知我材质不变，让我不必二次核对，我留了录音。你私自换料吃返点，就是为了抢年度策划给晋升名额，怕我挡你的路。林婉，客户刚刚临时改了现场汇报参数，时间紧，来不及群发通知，我直接告诉你，现场主推 A 版本数据，你对接物料和汇报口径千万别出错。林婉，私下录音未告知对方，依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。对，这是偷录，根本做不了数。你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，供应商就在现场，你敢让他对视吗？张经理，你说实话，物料到底是谁要求更换的？你可想清楚，签单、回款、后续合作都在你一句话。是他私下要求我换低价料，我不敢拒绝，连供应商都指证你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人心所向，你这次跑不掉。你确定要把假话讲到底？录音我从来没打算当证据。事发当天，我已根据录音整理书面纪要，邮件发给你，也发给了马经理。时间是事故前3天，你未提出任何异议，按公司制度，沉默即确认。邮件属实，收件人、抄动人时间戳完整有效。录音只是核对工具，真正的留痕是邮件。既然责任不在你，那补救方案你有吗？我准备了3套舆情补救方案，线下补偿活动与用户安抚机制，可快速压下负面，挽回口碑，把双方损失降到最低。唐薇，私自换料、违规操作、甩锅同事，事实清楚，按公司制度严肃处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真的没想害人，我只是想争取晋升名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能丢这份工作。你私自换料，吃供应商返点，蓄意栽赃，引发直播重大事故，给公司和客户都造成严重损失。你给过林婉机会吗？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及劳动合同法，现正式通知，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，永不录用。公司将保留追究经济赔偿、法律责任及行业通报权利。不要通报我，我在这行就彻底完了。保安，带他去办离职手续，禁止再进入办公区。对不起，职场拼的是能力，不是算计。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职业底线。这一次，你的名字稳稳写在真相和功劳里。以后每一次，我都会把名字、责任、成果写得清清楚楚。从今天起，你正式转入策划组，不再担任执行助理。
老品牌换新案又穷又难搞，预算少得可怜，客户还极度挑剔，谁接谁倒霉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根本出不了成绩，纯属浪费时间。没人愿意接的老品牌换新案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难度很大，容错率很低。好，我相信没有做不出来的案子，只有没找对的用户和思路。林婉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走啊？连续熬好几天了，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没事儿，这个方案还差一点就通了，弄完我就走。你先回吧。那你也别熬太久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方案包装很高级，概念很花哨，但太悬浮了，完全脱离普通用户生活，打动不了市场。放平心态，尽力就好。这个案子本来就难出彩。我不做花哨概念，我做人心。很多老品牌被淘汰，不是质量不好，是忘了普通人真正的生活。我们不用高端虚浮的概念包装，只想还原最真实的日常。继续说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品牌温度，是真正懂消费者的方案。预算有限，我们就放弃大面积流量投放，主打场景种草，用户真实口碑传播，低成本、高共情、强留存，每一步落地都精准贴合普通人的生活场景，既有品牌情怀，又有市场转化。如果这个方案达不到预期，我分文不取，自己贴钱把内容拍出来，1周看数据，不行我承担所有损失。不用再对比了，这个方案我们当场拍板定稿。婉婉，以前马总逼你回来求安稳，是妈眼界小了，原来你在外面不是硬扛，是真的长出本事了。你能在大城市站稳脚，比给家里挣多少钱都让我安心。以后家里不用你操心，你大胆往前闯，爸妈永远是你后盾。我的女儿本来就该闪闪发光。妈，我会好好努力，以后我既能护住自己的前程，也能护住咱们的家。接下来还有新的项目、新的挑战，下一仗敢接吗？当然接。林婉，公司正式任命你从今日起正式转正，后续2个核心品牌项目由你全权负责。谢谢马经理，我会做好。恭喜啊，林主管。走啦，林主管。哟，这不是林婉吗？又换工作了，我还以为你消失了呢，穿得人模人样的，不会还是在现场打杂、端茶倒水、跑执行吧？可不是嘛，折腾来折腾去，还不是靠应酬混场面。真要是有本事，早就混出头了。我要是你，早灰溜溜回老家嫁人了，何必在这个圈子里硬撑丢人现眼？好久不见，二位还是老样子。老样子？我看你是一辈子都改不了打杂的命，看见没？这屋里随便一个人都是总监、总助级别，你配站在这里吗？我劝你赶紧自己走，别等老板把你请出去更难看。就是，别以为穿件西装就是高管了，里子改不了，再壮也上不了台面。我配不配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不是我们说，是行业规则说，你这种没背景、没靠山、被裁员过的人，这辈子都别想摸到我们这个层次。李总您好，我姓王，之前在营销圈做项目经理，一直久仰您的大名，今天能见到您实在荣幸。林主管，可算找到你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们集团这次拼尽全力争取到的核心战略合作伙伴就是贵司，全场这么多嘉宾，我最重视、最想亲自接待的就是你这位项目总负责人。李总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以前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小执行，怎么可能是什么项目总负责人？肯定是同名同姓。对，李总，他真就是个打杂的，您肯定被他骗了。认错人？金享集团的100亿战略合作，我会随便认错负责人？林主管主导的老品牌换新、茶饮联名全行业刷屏，我会不知道他是谁？各位同行，我郑重介绍，这位是林婉，林主管，本次核心战略合作伙伴全权负责人。林主管，对不住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嘴欠乱说话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过去的事我没放在心上，
但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只想告诉二位，我不是被你们随便赶走的闲人，我是你们现在求之不得的合作方主管。他们是你前公司的人，刚才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以前他们裁我出局，现在我站在了他们够不到的地方。很好，我一直都知道你从来都不是只会忍的人，你是能成事、能扛事，更能站到高处的人。场合正式，少喝香槟，保持状态。好的，周总。接下来集团全国项目，我会提名你牵头，做好准备。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知道，请。我说林主管，您这刚升上来就接这么大的项目，可别把我们这些老员工往火坑里推啊！我们可扛不住折腾。就是，我们手上还有3个老项目没收尾，你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可别烧到我们头上。这报表你自己看，我们没空核对。报表是你们负责的板块，按流程该你们核对。项目是集团分配的，不想做可以走流程申请调组。婉姐，绝密手册，专治各种不服、各种摸鱼，保你拿捏老油条。你这小鬼哪来的这些鬼点子？现在的实习生真是闲得慌，不干活就搞这些歪门邪道，小心试用期都过不了。总比某些人上班摸鱼、下班甩锅强。林婉，你这预算我可批不了，好资源都得给老项目托底。你一个新主管，刚上来就想抢最好的预算，没门儿！王主管，这个项目是集团只管 S 级项目，优先级比你手里所有项目都高。而且我这套方案1分额外预算都不用加，只走正常签字流程，不占你半点资源。你早说啊，我又不是故意卡你。那就麻烦王主管回去就签了，项目赶进度，耽误不起。签，真是服了你了。林婉，集团刚下命令，头部茶饮和本土老字号跨城联名项目，年度爆款指望它了，全权交给你。真的，谢谢马经理。别高兴太早，这次对手来头不小，你千万小心。我明白，不管对手是谁，我都把项目稳稳拿下来。婉婉，你升主管了，你爸刚才高兴的喝了2小杯，逢人就说我女儿有出息。妈，瞧你们激动的，就是个主管而已。什么叫而已？这是你熬了多少个通宵，受了多少委屈拼来的，妈都懂。你在外面放心闯，想怎么拼就怎么拼，不用怕输，不用硬扛，实在累得撑不住了，你就回家来，家里有热饭，有你的床，有我和你爸，永远是你的退路。我知道了，妈。好好吃饭，别熬夜，家里啥都不用你操心，你就大胆往前冲。各位，这位是本次竞品方瑞行营销的项目负责人张琪经理。林主管，好久不见啊！真是没想到，当初被公司扫地出门的小执行，现在居然能管这么大的项目了。托你的福，我靠自己的本事一步步走上来。本事，职场可不是靠忍就能赢的。这次联名项目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根本不配站在这个位置上。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。项目场上见真章，希望你别输得太难看。小李，这波预热数据不对劲，立刻查原始日进，把异常 IP 全部拉出来。林主管，日志文件打不开，提示权限被篡改，数据已覆盖，我这边查不到源头。林婉主管，接到10名举报，你涉嫌数据造假、虚报流量、骗取集团预算，现在暂停你的项目权限，配合调查。我没有造假，数据是被人恶意篡改的。证据确凿，后台数据异常，流量注水痕迹明显，你还想狡辩？现在全营集团都在看这个项目，出了这种事，你负全责。林婉，审计部直接从集团下来的，来头不小。你说实话，到底碰没碰数据？马经理，
我以职业生涯担保，我没动过任何数据，是有人栽赃陷害。刚升主管就玩这么大，数据造假可是要被开除的，我们可不想跟着一起背锅。就是啊，本来好好的项目，非要搞虚的，现在连累我们整个组都被调查。你们胡说，婉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，肯定是有人陷害她。小实习生懂什么？职场上位不都靠这一套吗？清者自清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所有人正常上班，正常推进项目。谁敢造谣代工，按公司制度处理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累着了？没事儿，妈，就是项目有点麻烦，被人误会了。妈不懂你们职场那些弯弯绕绕，但妈信你。我女儿光明磊落，绝对不会做亏心事。妈，你只管坚持你认为对的事儿，不用硬撑，不用怕。实在撑不住了，你就回家来，家里永远给你留着门，留着热饭。天大的事儿，回家歇一歇，咱再重新来。我知道了，妈。不哭不哭，我女儿最厉害，什么坎儿都能迈过去。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数据日志，我帮你恢复了。周老师，你怎么会？有人用内部权限覆盖了你的数据，操作人 ID 指向你团队里的人。审计那边我暂时帮你压住24小时，这是你唯一的翻盘时间。是老陈，只有他有这个权限。光知道没用，要抓现行，留证据。对方下一步一定会动物料，你盯紧供应链。谢谢你，周老师。我相信你能赢。林主管，不好了，仓库那边说咱们预定的国标加厚物料被换成了廉价普通料，说是你们项目组通知改的。我没下过任何改料通知，是谁通知你的？是一个叫老陈的人，他说你授权他全权处理物料替换。小夏，立刻备车去物料工厂。今天咱们把内鬼和陷阱一起端了。林主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亲眼看见你偷换物料、篡改数据、吃里扒外？林主管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陈哥说你授权了，我不敢不听啊！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是按项目需求正常换料，数据也是系统自己编动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周瑜已经恢复了数据日志，操作 ID 就是你。刚才你跟张琪的聊天记录、转账截图，我这里全有。婉姐，我刚才偷偷录下来了，他亲口承认是张琪让他干的。删掉，快给我删掉！你现在收手，还能坦白从宽，等警察和公司把法务来，你就等着吃官司吧。林婉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只会在工厂里欺负自己员工。我没欺负谁，我在抓内鬼，查真凶，而你就是幕后主使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你？我看是你项目做砸了，想找个替罪羊。无冤无仇，当初你抢我方案，踩我上位，现在你怕我赢，怕我超过你，所以设下陷阱，想把我彻底踢出行业。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别乱咬人。证据马上就到。张经理，张琪姐说了，只要把物料换了，数据改了，等林婉被开除，我升主管，给你双倍返点。我靠，真的是张琪搞鬼！老陈也太蠢了吧，发错群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实锤了，铁证如山。不是的，这是伪造的，是你们合成的。伪造？你转给老陈的2万块，你说搞垮林婉的聊天记录，时间戳、头像、转账流水，全在这儿。大家别信他，林婉数据造假，物料不合格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有证据。林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李总，各位媒体朋友，真相
我现在公布。张经理，张琪姐说了，只要把物料换了，数据改了，等林婉被开除，我升主管，给你双倍返表。张琪，我没造假，没违规，没偷工减料，是你恶意竞争、买通内鬼、篡改数据、偷换物量、栽赃陷害，触犯法律，违背职业道德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赢。赢可以靠实力，但你靠算计、靠陷害，最终只会输掉自己。不要！林主管，临危不乱，逆风翻盘，这个项目我们跟你合作到底。林总管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糊涂，跟着祁红冤枉你，你罚我吧。错了就要承担后果。职场只认实力，不认歪门邪道。婉姐，你也太帅了，张琪彻底凉了，内鬼也抓了，我们项目稳了。婉婉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又赢了。妈就知道我女儿什么坎儿都能过去。各位董事，本次茶饮和老字号联名项目全网曝光破3.2亿，线下销量翻6倍，客户续约意向100%。林婉临危破局，力挽狂澜，经集团决议破格晋升市场部总监。感谢公司信任，我会带着团队继续打硬仗。林总监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肯定好好干活，绝不含糊。林总监，恭喜恭喜！我们以后也是总监手下的兵啦！别光顾着庆祝，下一个全国项目咱们还要再创纪录。